斯洛文尼亚，这是欧洲中南部一块并不辽阔的国土。大自然慷慨馈赠，让这块土地焕发出一种独特而深邃的美丽。2011年10月20日，一场瑞雪给斯洛文尼亚披上了迷人的面纱。在波尔多国际会议中心，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先生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的专访。Torej, mene to snemanje izjemno veseli. Vedno si predstavljam, kako je videti identiteta Slovenije v očeh pripadnikov nacije, pripadnikov civilizacije, ki je stara 3000 let. Kitajska civilizacija je v Evropi nasploh in tudi v Sloveniji močno cenjena in spoštovana kot civilizacija z izjemno dolgo zgodovino. In verjamem, da ljudje na Kitajskem, ki bodo gledali ta film, bodo lahko primerjali evropske posebnosti, ki so nekaj drugega od azijskih posebnosti in zlasti od kitajskih.在首都卢布尔雅纳西南54公里，有一个欧洲古代商路上发展起来的小城——波斯托伊纳。今天，这里要举办一场特殊的音乐会。说特殊，是因为音乐会并非在通常的音乐厅里举行，而是在山脚下的这处地下洞穴里。这座地下音乐厅远近闻名，欧洲许多知名音乐家、指挥家都曾来这里演出。今天的音乐会将在晚上举行，工作人员要在这个洞穴里搭起一座临时舞台。音乐厅面积约有3000平方米。高40多米，能容纳近1万名观众。洞穴音乐会与普通音乐会有很大不同，由于溶洞特殊的地质构造，这里能制造长达15秒的回音，非常适合演奏旋律悠扬的古典音乐。洞穴里的音乐会会带来一种怎样的感受呢？然而，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却并非为了聆听音乐会。真正吸引他们的是这里一个隐秘的地下世界。一条20公里漫长的地下长廊，连接着数不清的大小溶洞，织就起一个庞大的地下洞穴网络。而音乐厅仅仅只是其中之一。这是一座复杂的地下迷宫，蜿蜒曲折，幽暗神秘，却又宏伟，犹如地下宫殿。The white one is approximately 5 meters high, the highest stalagmites in the world. There are 2 of them.
One is in South China, the other one is in Cuba. Up there you will see in my... 这根洁白的石笋高达5米，连同跟它毗邻的钟乳石柱，是波斯托伊纳溶洞喀斯特地貌最完美的象征，也是溶洞的标志性景观。As you probably know,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karst. 斯坦格拉扎勒是波斯托伊纳溶洞的导游，同时也是一位洞穴专家。据他介绍，这个神奇的地下迷宫是200年前被人偶然发现的。Notranje dele Postojnske jame je odkril Luka Čeč. Odkril naj bi jih 14. aprila 1818. leta. 在古代欧洲历史上，波斯托伊纳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早在12世纪，人们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天然裸露的洞穴。河水流到这里，会突然钻入地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怪异的现象令人们大惑不解，也让这一地区声名远播。1818年，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决定来参观这块奇特之地。当时的斯洛文尼亚正统辖在以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联邦。为迎接皇帝的到来，小镇居民决定对洞穴进行一些布置。4月14日，当地人卢卡切奇奉命进到洞里，悬挂一幅欢迎的标语。卢卡决定把标语挂到洞内最高、最显眼的地方。Preplezal je torej tole steno, ki je nad nami, tule nad seveda podzemno pivko. 卢卡爬上洞内这处高大的石壁，突然他看见石壁背后有一个洞口。他小心翼翼地摸进洞里。卢卡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一时好奇竟然让他发现了一个埋藏地下千百万年的秘密。If you'll use your imagination, you will see right there in the middle a mother and her child. Just use your imagination. There's a mother and her child. Sides, so there are more soil layers above us. 这是波斯托伊纳溶洞群最大的一个洞穴，洞内分为3层，洞顶到底部的落差达115米，相当于30层楼房的高度。洞穴内还矗立着一座长120多米、宽80多米、近60米高的山峰，山峰是由洞顶塌陷所形成。No, ta dvorana je seveda podornega nastanka, strop se je večkrat podrl, nazadnje naj bi se to zgodilo na tem mestu pred približno 20.000 leti. 2万年前的轰然巨响，在波斯托伊纳溶洞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只是一次微小的意外。斯洛文尼亚地处欧洲潘诺尼亚平原边缘，今天的潘诺尼亚平原在史前原本是一片海洋。
大约7000万年前，古潘诺尼亚海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地壳变动，海水沉降，海底石灰岩地层拱出，成为高山、峡谷和平原陆地。地面水流沿着岩层断裂处注入地下。由于水能够将石灰岩的主要成分碳酸钙溶解，水流冲刷历经千百万年，最终造就出形态各异、难以计数的洞穴。今天，在斯洛文尼亚地下被发现的溶洞总数超过了7000座，而波斯托伊纳溶洞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这就是造就波斯托伊纳溶洞的皮夫卡河。它平静无波，却经历漫长的岁月，打造出一个神奇的地下世界。无论是洞顶的钟乳石、洞壁上的石幔，还是地面上的石笋，它们都是水与石灰岩发生化学反应的衍生物常年沉积的结果。钟乳石自洞顶向下生长，石笋向上生长，当它们偶然相遇时，就形成了石柱。波斯托伊纳溶洞的钟乳石最早开始形成于50万年前，绝大部分年龄在5万年左右，而石笋相对年轻，大约在1万年前才开始生长。钟乳石和石笋生长速度极为缓慢，通常10年才能累积1毫米。这根石笋年龄大约是15000年左右。如果我们将它的年轮与人类历史进程做一个对比，那么这里是公元元年，石笋长到这个高度是1492年，哥伦布刚刚发现美洲大陆，而这里是1969年，那一年人类首次登上月球。这些遍布洞顶细管状的石头被称作鹅管石，因为形似天鹅羽毛上的鹅管而得名。它是钟乳石发育过程中最初的造型。Cevčice so votle, pač nastanejo tako, da voda polzi po notranji strani in seveda pnenec se odlaga pač v obliki teh obročkov。鹅管石是溶洞环境最灵敏的监测器，只有在没有污染的环境下，才能造就出这样色如白玉的鹅管。水就像一把柔软细腻但却锋利无比的刻刀，雕琢出这个奇幻而又神秘的殿堂。这个神奇的殿堂在波斯托伊纳地下曾经沉寂了漫长的世纪，直到200年前被卢卡偶然发现，人们才得以领略它的壮美与神奇。而卢卡的这一发现也彻底改变了波斯托伊纳古镇的历史。1818年，卢卡的偶然发现轰动欧洲，探险者、科学家、艺术家，还有猎奇的参观者纷至沓来。最早到来的德国探险家用喀斯特高原的名称来描述和记录这里特殊的地质现象和自然景观，这也是世界地质学喀斯特一词的来历。1819年，就在波斯托伊纳溶洞王国被发现后的第2年，卢卡成为这里的第一个官方导游。他用火把和蜡烛引导惊奇而兴奋的参观者。
随着游客数量剧增，1857年，溶洞主要的地下长廊修建了铁路，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建造在溶洞中的观光铁路。游客中不乏历史上的众多知名人士，从国王、王后到政治家、艺术家，他们的签名被收录在永久保存的签名金册中。这是奥地利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茜茜公主的签名。最后一位在签名册上留下名字的是前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铁托。还有刻在洞口石壁上这些密密麻麻的游客签名，他们见证了小镇的历史。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只有大自然的魅力依然。如今的波斯托伊纳已经成为欧洲著名的旅游胜地，旅游业成为这里的主要经济支柱。从1818年至今，这里接待的游客总数已经超过3400万人次。今晚在波斯托伊纳溶洞演出的是斯洛文尼亚国家爱乐乐团。斯洛文尼亚爱乐乐团成立于1701年，是欧洲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之一。此刻，乐手们正在做演出前的最后准备。波斯托伊纳举办溶洞音乐会已经有近100年的历史，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演出是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这里举办的一场圣灵降临节活动。Kot zanimivost naj povemo, da so binkoštnoslavja, to so bili verski prazniki med obema svetovnima vojnama na začetku 20. stoletja, privabljala v Postojnsko jamo tudi preko 10.000 obiskovalcev. 战火也曾侵扰这个美丽的地下世界。2战期间，波斯托伊纳溶洞一度被德国军队占领，成为他们一个秘密燃料库。这些被硝烟染黑的钟乳石铭记着那段历史。1939年，巴尔干半岛笼罩在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中。战争将人类推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家园被毁，生灵涂炭，人们陷入痛苦的深渊。就在那个时候，溶洞里回响起了圣灵的歌唱，抚慰着战争留下的心灵创伤，给予人们希望。正是从2战期间，波斯托伊纳溶洞开始定期举办圣灵降临节的庆祝活动，并逐渐成为当地的一种传统。距离卢卡当年的发现已经过去了近200年，可是波斯托伊纳古镇地下的秘密依然没有被完全揭开。斯坦最大的爱好是洞穴探险，自从7岁时第一次跟随父母参观波斯托伊纳溶洞，
洞内奇观就深深打动了他，也让他的人生和波斯托伊纳结下了不解之缘。斯坦具有30多年的洞穴探险经验，作为一种结合了探秘和科研的自然运动，洞穴探险在喀斯特高原地区颇为盛行。斯坦心目中最羡慕的人就是卢卡，因为卢卡当年不仅发现了这个地下溶洞群落，而且他也是这里地下生命世界的第一个发现者。就在波斯托伊纳溶洞被发现13年后，1831年，当时作为溶洞导游的卢卡，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无意中看到了一只长着触角的甲虫。这个从没见过的小东西立刻勾起了他的好奇。此后，人们在溶洞内陆续发现了130种洞穴生物，甚至由此催生了一个新的学科——洞穴生物学。在波斯托伊纳溶洞，最著名的洞穴动物莫过于人鱼，它长约30厘米，体型纤弱，皮肤无鳞，学名洞螈。由于洞螈指尖没有蹼，形似人类的手足，所以它们被最初的发现者们称为人鱼。它是欧洲唯一一种穴居的脊索动物，寿命长达100年。据说，即便不吃食物，也能够存活近10年。洞螈生活在溶洞黑暗冰冷的河水中，完全没有眼睛，与很多洞穴生物一样，把对生命的需求降到了最低。溶洞蕴藏着生命，同时也与人类生存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波斯托伊纳溶洞，考古学家曾经发现了50万年前人类在洞穴内生活的遗迹。而在斯洛文尼亚的历史上，波斯托伊纳溶洞也曾经扮演着人类庇护者的角色。这或许是欧洲现存最坚固、最难以攻破的城堡。100多米高的悬崖峭壁成为一道天然屏障，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座洞前堡。古堡身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溶洞隧道。这里的洞穴深达10几公里，远远贯通于波斯托伊纳溶洞，是波斯托伊纳整个洞穴系统的一部分。蜿蜒交汇的溶洞隧道，既是躲藏与潜逃的密道，也是至关重要的给养运输线。尤其是溶洞能够提供充足的水源，更是让这里成为一座敌人困不死的城堡。普雷德亚马城堡最初兴建于12世纪，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800多年中，这里先后更换过几十位主人，他们大多是地位显赫的王室贵族和传统的骑士家族。古老的溶洞保护着城堡的拥有者，也见证了这片土地上绵延数百年的争斗。金戈铁马之声曾经无数次在溶洞内回荡。波斯托伊纳溶洞，斯洛文尼亚爱乐乐团的演出已经开始。今晚演奏的是巴赫、莫扎特等著名作曲家的经典曲目。音乐再一次在大地深处回响，是对自然的赞美，是对生命的吟唱。伴随这些凝固的乐章，体味到的将是一次特殊的音乐盛宴。
乐声穿透时空，打破了掩埋地下几百万年的沉寂。大自然神秘的赐予始终在演绎，探索仍会继续。